788，现在通货膨胀，钞票贬值，那我是不是应该去买楼保值呢？但是又同时间加息，好像对楼市又不好，那我到底应该买楼还是不要买呢？那今天给大家讲直接影响到楼价的几个因素。其实很多人认识788，觉得他投资股票非常的厉害，但其实呢，788投资楼的回报比投资股票的回报更高。788呢，在2003年的时候，50万的资金在香港买楼。年年买层楼，10年赚超过1个亿。他在2009年的时候呢，开始开班房地产班，在2009年到2017年的时候呢，是全香港最受欢迎的房地产班的导师。大家好，我是788张志云，今天给大家讲讲在现在直接影响楼价的几个因素。如果你对房地产这个课题感兴趣的话，在留言区请留言，那我以后可能在这一方面讲多一点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，那赶快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那你就不会错过我的重要的分享。回到了影响楼价的因素，我看呢其实有13个，不是所有的因素都是无时无刻影响着楼价的。在现在这个时间点，影响楼价最厉害的有几个。第一个当然是政府的政策，在世界不同的地方，政府会对楼市有不同的政策，它的影响可以说影响了整个楼盘。比如说在中国内地，政府很明确楼住不炒，那如果你要在中国内地还要靠炒楼去发达的话，那就别想了。在香港呢，高地价政策是港英政府出来的一个政府税收的一个政策，所以在香港一般来说其他的税很低，但是政府主要的收入是靠房地产的，所以香港的楼价也是全世界最贵的。去年开始呢，中国内地的房地产开始了一个很严峻的冬天，政府也开始有不同的政策鼓励市民去置业。我个人对中国内地未来的房地产是不会太悲观的，因为整个政策已经转变了，但是也不要希望炒楼可以赚很多钱，因为大的政策楼住不炒，这个还是在那里的啊。那除了政策之外呢，第二个要考虑的是人口的变动，在你居住的那个城市里面，到底是很多人来那里住了，还是很多人离开了那个城市。举个例子，香港过去的房地产涨了非常多，就是因为在70年代末期开始有大量的移民到了香港，直到2020年的时候，香港的整体的人口是膨胀了很多。同样的情况在新加坡也发生了，所以香港、新加坡这些房地产当时是涨了不少。从19年开始呢，香港发生了一些社会的运动，再加上最近的经济也不太好，很多人选择了离开香港，对香港未来的楼市也一定会受影响。第三个因素就是楼是我们生活开支的很大的一部分，楼的负担能力，我们能不能负担得起买楼或者租楼是一个考虑的因素。那我们看负担能力呢，不要光看楼价，真正我们负担的是每个月的供楼的款，很少有人是一下子现金全部买楼的，通常我们都是借了一大笔的贷款去买楼的。当利息增加的时候，我们供楼的每个月的支出会增长的很多。突然之间楼价可能没有怎么变动，但是因为利息的增长的话，使到楼相对我们的负担能力呢是好像高了很多啊。最近美国的供楼的利息从3点几个%涨到了超过5个%，这基本上是把供楼的钱是翻了个倍，而且现在只是加息的周期的开始，未来还会继续加息和缩表啊，所以大家要考虑到未来美国供楼的利息走势会怎么样。如果看香港的话，我们一般来说是 HIBOR 加上1个百分比啊，那个 HIBOR 呢之前是非常非常低的，如果是从那个低的位置来看是涨了好几倍，我相信未来还继续会涨。所以在这个时刻里面，加息突然之间很多人感到哇，我的供楼的开支要多了很多，很多人会负担不起啊。当然有些人是用了 fixed rate 固定的，但是当他们要卖楼的时候，新的买家去银行里贷款的话，他们再做无论是 fixed 也好 adjustable 也好，他们的利息也会增加很多。这样的话同样的楼价，他们要供楼的款多了很多，那楼价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下跌的压力，使到他们的供款可以缓一缓，所以这个对楼价会是非常不利的。除了利息之外呢，
呢，我们要考虑的是经济。经济好的时候，一般来说公司赚多了钱，平均来说每个人赚的钱是多了，能买楼的资金多了，或者租房子的租金也可以高了一点啊。所以经济好的时候有利楼价，经济不好的时候不利楼价。在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即将进入一个衰退，如果真的美国进入了衰退的话，也会影响到全世界，可能经济会进入一个衰退。那在亚洲的话，比如说香港，过去因为社会运动啊、新冠疫情啊，整体的经济都不是太好，这个也是不利楼价的。还有一个概念呢，就是楼其实有两个身份、两个角色，一个是拿来自己住的，一个是拿来投资的。作为一个投资的角度来看呢，现金流就是很重要的。再看现金流的话，有一个简单的方法，就是你买了楼租出去的话，你的租金能不能 cover 你的供楼的开支。如果是不够 cover 你的供楼的开支的话，那这个现金流的因素就会是非常不好，在这个时候可能就不要去买楼了。如果你是买楼自住的话，其实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测试一下。因为买楼自住其实自己做了自己的房东，自己的左口交了房租给自己的右口，买楼自住也是有背后的投资的考虑因素。这个现金流就是给大家作为一个投资者，楼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投资来计算的。所以楼有它的投资价值，而其中一个考虑因素就是现金流。如果只看现金流的话，每年就算赚也只赚 1% 到 2%， 亏的话也可能只亏1到2%。但是这是一个指标，就是说这个楼价是不是太高了还是太低了啊？真正让我们在房地产里面赚钱的，或者是很重要的一个考虑，就是楼价会涨还是会跌。当然现金流啊，就算你每年赚有正的现金流，可能也只有 1%、2%、3%， 就算你是负的话也不会负了太多。但是这个现金流呢，是一个考量，让我们看到整个楼价的周期现在是在高点呢还是在低点。如果这个现金流是负的话，有可能这个楼价是涨得太高了，未来要跌了。如果这现金流是正的话，有可能呢未来这个楼价会反弹，涨的机会会很多。另外一个考虑因素就是现在开始加息，在未来可能这个利息会越来越高，还会加几次息。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会等一等，等到这个加息啊加到了差不多最高点了，以后可能降息的机会要比加息要多了，那个时候买的话，楼价可能已经调整了一点了。然后在利息的高位的时候开始降息的话，这个时候楼价又重升了，升轨的话，那个时候我们的资产增值 capital gain 可能是更加可观的。加上了我们买楼的时候有杠杆，虽然楼价可能涨了 10%， 通过杠杆之后就可能变成了 30% 啦、40%啦、50%了啊。这个楼市给我们的回报将会是非常非常丰厚的，远远要比那几% 的租金回报率要高，那可能也会比股票市场的回报更高了啊。这些都是在需求方面的一个考虑，所有的价格都是一个供求的关系。那在供应那里呢，其实也很简单，这个地方未来会不会有很多的土地供应。举个例子啊，在香港土地非常有限，在新加坡土地非常有限，所以一旦到了一个楼市好的时候呢，香港的楼价、新加坡的楼价会涨了很多。像美国啊、台湾啊、中国内地啊、或者马来西亚这些土地比较充裕的地方，那可能未来楼价涨的时候有更多的土地供应，楼价就不会涨得那么多了。那看到现在有些朋友可能会问，那我刚开始做事情，资金不够，买不起楼，怎么办呢？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些类似房地产的股票，比如说是 REIT 或者是房地产开发商的股票，像香港的长江实业，也可以买一些收租股的股票，比如说1997、九仓置业。这三个类别的股票到底哪一个好，跟实体的楼比较又各有利弊，哪些是好的，哪些是不好的呢？这个当然是另外一天的课题了啊。如果大家对这个课题感兴趣的话，在留言区留个言，我看到足够兴趣的话，那我会拍摄另外一个视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。如果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所价值的话，也可以给我一个赞，把今天这个视频分享出去，这会是对我和我的团队最大的鼓励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